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2023年小住京都期间，几乎每天都是好天气，随手一拍都是史诗般的经典美景。2024年，京都的天气却是变化万千，雨天总让人有点失落，计划好的行程被打乱，风景染上灰色，心情也不自觉变得沉重。但也许这正是重新发现京都另一种美的机会。晴天时的京都，阳光洒落在古老的木造建筑上，每一片瓦，每一扇窗都显得分外温暖。而雨天则像是为这些历史遗迹披上了一层薄纱，让人静下心来，看见平时忽略的细节，听见更幽微的声音。跟我一起走进京都4座适合雨天参观的寺院：随心院、鹿王院、妙心寺退藏院、黄檗山万福寺。在细雨纷飞的日子里，展现和晴天截然不同的风貌，不喧嚣，不张扬，却别有一番韵味。或许就像人生，并非每一天都是晴天，但即使阴雨连绵，依然能在不同角度发现美好。位在山科的随心院，离市中心有点距离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。参观的时候，雨已经停了，空气中还闻得到泥土混合青草的清新。随心院是小野小町传说中的故居之一。这座寺院因为与这位才貌双全的女诗人有关，而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。随心院的建筑简朴雅致，建筑间有带着木棚屋顶的走廊连接，就算是下雨天，也能悠闲地漫步参观。表书院里有些拉门壁画和古董可以参观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室内的能之间。小町文章图是一幅色彩鲜艳的壁画，描绘了小野小町流传千古的诗句与传说。在雨天，这些壁画显得更加生动，似乎能感受到画中诗意与思念的氛围。这里的空间很大，很舒服，久坐在这里也不会影响其他人。也可以朝向庭园休息，看着毛毛细雨尽是青苔，
享受一个人的放空时刻。庭园没有太多精致雕琢的层次，却在阴雨中显得更加深邃。整座寺院可以静下心来坐着休息的空间很多。室内静谧的氛围与室外细雨交融，让人感受到雨天独有的宁静之美。穿过简朴的山门，沿着被雨浸湿的石板路走进室内，小径两边是竹林与枫红，像是走入复古的时光隧道。鹿王院位于兰山地区，历史可以追溯至士丁时代，由足利义满于1379年创建。与兰山其他热门景点相比，鹿王院显得低调而静谧，尤其是在雨天，更能感受到寺院的禅意与宁静。寺院的中心是以兰山为背景的庭园，庭园中以三藏石及坐禅石为中心进行布局。300多年的古木散发着大雨也无法撼动的威严。坐在客店的原侧，听着雨滴落在地上的旋律，像是洗去烦恼的声响，连时间也跟着变得缓慢。客店的后方有个名为戒室的茶室，戒是谦逊词，有微不足道的意涵。鹿王院的建筑之间由木造长廊连接，即使大雨也不用担心被雨淋湿。走在其中，还多了一股浪漫与禅意。雨水滴落屋檐的声音，就像历史流转的足音，用听力帮大脑按摩，却能带来心灵的平静。古建筑、石灯笼、海绿丛、白细沙、青苔与枫红的交相映衬，古迹与自然的相互融合，交织出的禅意是鹿王院独有的静谧。鹿王院的美在于它的沉静与内敛，让人在这片刻的停留之中，充分与自己的内心对话，感受禅意的无限内涵。妙心寺是京都最大规模的禅宗寺院，有46间分寺。位在境内西南角的退藏院，是一间值得一访的隐秘角落。
入口附近有个可以动手做的枯山水模型，为接下来的参观铺成了满满的禅意。推章院创立于士丁时代，分成本堂和余香院两区进行参观。本堂里有一件极具历史价值的国宝瓢年图。这幅画描绘一位僧人试图用葫芦捉住鲶鱼，象征禅宗对于人生难题的思考。而一旁的枯山水庭园圆性之庭，透过石桥和植栽组合的意境，在镜子中看见了流动的诗意。在这样的雨天里，不论是在室内凝视瓢年图，或是欣赏室外的圆性之庭，都能感受到其中无声的哲理与禅意。走进余香院，这是一座瓷泉回游式庭园，由赵庭师中根精作设计，被誉为昭和时代最美的庭园之一。这座庭园在晴天时已经美不胜收，而在雨天更显现出另一种深邃的意境。雨滴轻落，庭园透出浓郁的绿意。细细观察，会发现水滴停留在叶片上的瞬间，那微小的光芒，像是一场短暂却动人的奇迹。雨水虽然压缩了庭园里的色彩饱和度，却让石灯笼与枯山水的纹理更加的立体。在湿润的空气中，多了一份低调的宁静。雨天最棒的体验，就是坐在茶室里，一边享用抹茶甜点，一边欣赏层次丰富的庭园。这一刻，五感都达到最极致的满足了。即使雨越下越大，静静地坐在这里，像是跳脱理所当然的日常，从不同角度发现生活的美好。位在黄渤的万福寺，离抹茶的故乡宇治很近，占地面积很大。1661年由中国僧侣隐元禅师创建。万福寺与京都一般的寺院风格截然不同，斗拱飞檐、朱红色的建筑都带有浓厚的异国韵味。
室内主要建筑都在中轴线上，并且保留了很多初建时期的样貌。许多建筑都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。万福寺虽然范围很大，但建筑大部分被带着屋檐的走廊连接，不用担心被雨水干扰。购买门票的时候，会拿到一根台式风格的香，在天王殿参拜弥勒菩萨和四大天王时使用。大雄宝殿是最大的建筑，是日本唯一且规模最大的柚木古迹建筑，主要祭祀释迦牟尼佛。万字符串、圆形窗户、桃子图案装饰，境内还保有许多创建时留下的设计元素。这个叫做开邦的木鱼雕饰，在其他寺院也看得到，是通知仪式或吃饭时间的敲鸣物，也是现在大家熟知的木鱼原型。沿着走廊漫步，感受时光缓慢流动，仿佛雨水也洗涤了内心的浮躁。雨水轻轻敲打屋檐，石板小径闪耀着淡淡的水光，室内的树林在细雨中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宛如低语的禅音。雨中的万福寺更加显现出它的神秘与禅意。漫步其中，享受转变心境后的豁达。京都是一座充满层次的城市，它的美不仅限于晴天，而是隐藏在每一个转角、每一场细雨之中。就像人生，总有不如意的时候，但只要转换心境，仍能在不同的角度发现美丽的风景。雨天的京都，
温柔静谧，带着历史的沉淀，也带着生活的哲思。你喜欢雨中的京都吗？如果你也喜欢用不同视角发掘千年古都的各种风貌，学会欣赏不完美中的美好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领悟旅行的深度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